手术善其事。耳朵就会分成外耳、中耳跟内耳啦。那外耳就包含我们的这个耳壳，还有我们的外耳道。那中耳就是我们的耳膜，分隔外耳跟中耳的构造。那再来会有3块听小骨，帮助我们听力传导进去。然后还有耳咽管跟鼻子最后面的鼻咽部相通，这个都算是中耳啦。那中耳其实是一个空腔，这样基本上我们声音从外面进来，耳壳经过我们的耳道，那再会经过我们的耳膜，然后再经过我们3块听小骨，它会有个杠杆原理。然后最后1块镫骨，它会连接到我们内耳的软圆窗，一个力学的传导之后，它会把振动能再传进我们的内耳。那内耳里面，它会把它转成一体波之后，才传入脑神经，这样，这是我们整个完整听觉的一个过程。感冒感染的时候啊，就会容易引起鼻咽部这边的组织发炎，那就会导致我们的耳咽管功能失调，中耳腔里面分泌的一些黏液啊，没有办法排出去。鼻腔这边的一些细菌很容易经由我们的耳咽管逆流到我们的中耳腔这边，有一些细菌繁殖，就会导致化脓性的中耳炎。那尤其像我们小朋友跟成人不一样，小朋友的耳咽管比较短，那走向也比较水平，所以会更容易感冒，就有细菌逆流，造成那个中耳炎这样。急性的中耳炎就是我刚刚讲的感冒引起的比较多啦，那有一部分是可能有外伤啊，导致耳膜破裂引起的。那如果说感染一直持续存在，基本上医学定义超过3个月啦，那就会变成一个慢性的中耳炎。那慢性的中耳炎这些病人大部分都是会合并它有耳膜的破损，一直没有愈合。那外面的细菌脏污就很容易就从我们的外耳道进去里面，造成中耳腔的感染这样。有的更严重的还会有一些外耳道的一些上皮细胞会堆积在中耳腔，我们叫做胆脂瘤。那胆脂瘤虽然是一个良性的肿瘤，但是它会去侵蚀掉我们中耳腔的一些结构啊，像我们的听小骨或是附近的颜面神经，这些都有可能会被胆脂瘤给侵蚀，那就有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那甚至会往上侵蚀，因为我们的中耳腔上面其实隔着一块不算太厚的骨头，上去就是脑部了。那如果它有侵蚀到这边的话，也有可能会引起脑部的一些感染啊，然后化脓发炎这些问题。最常见就是耳朵痛啦。那耳朵痛，那再来比较严重的可能就会有一些发烧啊、耳鸣啊，耳闷、听力下降的一些问题。这样，中耳刚刚有讲，它就是耳膜，然后还有我们3块听小骨，可以帮助听力传导进去啦。那基本上中耳炎就会有一些发炎啊，有分泌物堆积在我们的中耳腔，那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耳膜的震动，声音力学传导进来的时候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耳朵感受上听力就会有下降的问题。耳膜破掉可能就会影响这个比例的问题。对，不过如果只有单纯耳膜破，听力方面的受损一般不太会超过20-30分贝啦。那如果有合并我们的听小骨有受损的话，就会有比较大，我们叫做传导性的听力障碍。那小朋友有一些，尤其是幼童，他们可能还没有办法表达清楚他们自己的症状不舒服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一直抓耳朵，然后很躁动不安的那种感觉，然后又一直持续发烧，就最好带给医师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中耳炎啊那些问题。症状才刚开始没几天，我们还是先以药物治疗为主啦。那如果说2-3天啊，或是病人的症状还是一直很不舒服，
那我们可能就可以考虑门诊这边是可以直接先做鼓膜穿刺啊，就是把积在中耳腔里面的那些积液或化脓的分泌物先让它引流出来。那一方面也可以送细菌培养，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抗生素治疗可以比较知道是要针对哪个细菌去做治疗。那如果说真的它已经变成了耳膜有破洞啊，一个没有办法愈合一个慢性中耳炎的情形的话，那目前也是可以一些手术的方式将耳膜做修补。那如果说中耳腔里面有一些发炎组织啊，或者甚至更严重的听小骨链有受到影响的话，也可以做一个听小骨重建的手术这样。传统手术的话，我们平常就是会从耳朵的后面这边画一个大概5-6公分的伤口啦，那就把我们的耳壳往前掀，这样呢我们才有办法经由我们的耳，用显微镜的器械经由我们耳道进去处理中耳腔跟耳膜的部分这样。那现在我们有那个内视镜的系统越来越发达，我们就可以用内视镜直接从耳道进去做手术这样。就不用从耳朵后面画那么大的一个伤口，术后恢复也会比较快。有的急性的化脓性中耳炎过后，它变成慢性的积液性的中耳炎啦。传统的画刀那个伤口大概1个礼拜内就会愈合起来。那我们在它耳咽管功能恢复之前，我们就可以放一个纽扣型的通气管，基本上可以维持6个月甚至到1年这样，最多不会超过1年半啦。如果超过1年半都还没有自己掉出来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也是做小手术，必须把它移除这样。那另外也有些医院也可以做那个二氧化碳雷射的方式，对，那个洞大概可以维持3到4周，那就是等待它的耳咽管功能恢复，这个中耳炎的状况就可以解除。二氧化碳雷射可能有一些自费的部分啊，那另外有一些医院可能没有相对应的仪器，就可能只能选择纽扣型的通气管置入。如果它只有单纯的耳膜破洞，基本上我们只要把原本破洞的地方附近再游离出一个新的伤口。传统是取我们的耳朵后面这个颞肌的筋膜，如果是微创手术的话，我们会取耳朵前面这一块软骨或是这一块的软骨膜去垫在要修补的耳膜的地方这样。如果说它中耳腔里面发炎比较厉害，甚至它的听小骨链有受到影响的话，可能就还要合并那个听小骨重建的手术的部分，外耳道里面还要画一个伤口，把它整个掀起来，才能够进去到中耳腔里面去做一些更进一步的手术。那这个听小骨是不是也有人工听小骨可以做选择？就是什么情况下会用自己的骨头就可以，什么情况要用人工？基本上如果说它的发炎的状况没有把它原本自己的听小骨侵蚀的太严重啦，那我们会看它残余的那个长度够不够拿来重建。3块听小骨嘛，那大部分是第2块，我们叫做正骨那一块会比较容易受到侵蚀。那我们重建就是要让剩余的听小骨让它可以跟骨膜再重新做一个结合，这样声音传导进去才不会中断。那如果说长度够的话，就可以用自己的那如果说长度真的不够，那我们可能就还是要选择人工的部分这样。对啊，人工的话也是怕有一些人会有一些会排斥啊或者什么，可以用自己的当然还是比较好这样。就是看它到底需要的长度多少，因为3块听小骨嘛，那如果说它第2块的部分的话，我们可能就可以用那个 PORP， 就是部分替代的。那如果说它连最后1块最靠近内耳软圆窗的那一块听小骨也都有被侵蚀到，那我们可能就需要用 TORP， 就是全替代的听小骨这样。那有一些如果它本身是耳硬化症耳硬化症就是第3块靠近软圆窗那个听小骨，它那边有一些骨化的现象，导致声音力学传导进来，它没有办法好好的
被传递进去到内耳。那这部分的病人可能就会选择活塞型的那种，就是只要替代掉最后那一块平小骨，前面那2块还可以保留这样。这个医材的部分是健保给付？对，现在这可以健保给付这样。因为目前的话，有一些医院有进那个人工耳膜啦，就可以不用再画另外一个伤口去取自己的筋膜来修补耳膜这样。那再来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可以用那个自体血小板，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PRP 了。对 PRP， 对 PRP 可以打在耳膜里面。基本上因为我们耳膜重建完之后，我们还需要塞一些敷料去帮我们固定住我们放置进去的那块筋膜这样。那基本上那个 PRP 我们是会滴在要塞进去的那个填塞的物料，就让它一直维持在这边这样。基本上就是伤口都会会建议病人要避免碰水啦，然后再来不要嚼太硬的食物这样，然后这段期间也要避免感冒啦，避免出入公众场所感冒，因为如果感冒的话，就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细菌性的中耳炎，那可能就会导致我们修补好的耳膜又破掉这样，那再来手术完3个月内啦，都不建议不能搭飞机啊、游泳或者是去潜水啊，这一些会让那个耳压变化太大的一些活动。2周内啦，打喷嚏啊什么那些都要小力，就是嘴巴要张开，不要让压力经由耳咽管冲到耳朵中耳腔这边来，这样。然后擤鼻涕的时候也都要一边一边擤啊，不能过度用力。大部分的中耳炎是可以自己好啦，但是如果说真的症状比较严重啊，或是持续超过2-3天没有改善的话，还是会建议要看专业的耳鼻喉科医师帮你做评估这样。但是刚另外讲到还有小孩，因为小朋友他们的这些听力啊什么耳朵的构造还在发展中啊，那如果说感染比较厉害，没有及时做处理的话，也怕会影响到他后续的一些语言听力的发展。那甚至有的比较严重的，我刚刚有讲，它上面就是我们的脑部啦，那小朋友也会比较容易因为中耳炎就引起一些脑膜炎、脑部的一些感染的问题，尤其是6岁以下的小孩都要比较注意这一块这样。因为小朋友很常感冒啊，幼稚园或是学校感冒病毒一直传来传去的，所以其实大概7-8成的小朋友都有过中耳炎的问题啦。可是只要好好的治疗追踪，基本上后续就不太会有太大的问题这样。那这个病有机会预防吗？预防那基本上就是不要感冒，然后多运动啦，就是维持自己的免疫力良好。就出入一些比较人群密集的公众场所，可能还是戴个口罩啦，然后就是要勤洗手这样。基本上预防感冒就可以预防这个疾病这样。